宁远县的人从不去陈阴寺烧香，他们都说那庙里闹鬼，尤其起雾的晚上，谁要是听见了女人唱歌的声音，那就是个死。这鬼天气，要不是为了那笔大封口费，老子才不来这破庙。官人，外面风大，进来避避雨吧。哟，小娘子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一个人住这儿，不怕遇上歹人？官人，进来坐坐，奴家给你煮碗热姜汤驱驱寒。嘿嘿，我一个大男人，进了你的屋，怕什么呢？官人这样魁梧，该是奴家怕你才对呀。你瞧，奴家手都凉了。小娘子，你的手好凉，所以才要官人帮我暖暖呀。你摸摸看，奴家的心口也是凉的。你叫什么名？嘿嘿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是哪儿？刚才明明还是座破庙。官人不是说进来坐坐吗？来呀，酒都给你温好了。嘿嘿，小娘子，你这地方可真不赖，外面看着破破烂烂，里头竟这般阔气。只要官人喜欢，日后天天来都行。我要是天天来，你舍得让我走？那要看官人有没有这个本事留下。官人，过来呀！可算让我逮着你了！你这手……啊！死人！怎么是死人？这地上全是死人！那个跑下山报官的猎户吓得神经兮兮的，现在还在县衙抖着，连句整话都说不利索。这鬼地方，本官是一刻都不想多待。验出什么名堂没有？大人，是失踪7日的进京举人，这不对啊！怎么不对？死者嘴角咧着，笑得邪门，眉心还贴着一片枯叶，和传说一模一样。但他后脑勺被钝器开了瓢，脖子上还有深深的勒痕。大人，这不是鬼干的，是人杀的。胡说八道！什么钝器？那是他被女鬼迷了眼，自己刻在香案上的。那勒痕分明是女鬼的阴锁，眉心贴枯叶，这就是女鬼作祟。可是大人，那伤口分明……闭嘴！谁敢多言，本官拔了他的舌头，就以鬼神作祟结案，立刻上报。大理寺的沈大人，您来得不巧，后山陈阴寺又出命案了。有个猎户吓得神经兮兮，跑来报官。县令宁大人不到1个时辰前，刚带人赶过去勘察。备马，去陈阴寺。活人砸的坑，硬说是自己磕的；活人勒的痕，硬说是鬼锁。大境律法要是交给你审，阎王爷都得喊冤。你是何人？敢管本县令办案？大理寺少卿沈度。下官拜见右少卿大人。少卿大人，这陈阴寺300年前就有传说，死法一模一样，真不是活人干的。死人不会撒谎，这案子大理寺接了，若查不出真凶，沈某自会领罚。但若是查出有人偷奸耍滑、渎职瞒报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先前这凶寺所有的案卷资料，一字不落全给我找出来。是，下官这就去办。这叫案卷，你干脆去天桥底下说书得了。大人，这陈阴寺的案子历来如此，下官不敢惊动鬼神啊。哼，县志里写，陈阴寺女鬼10年杀1人，但这2年来死了货郎、木匠，加上今天的苏举人，不到2年死了3个。女鬼杀人还嫌慢，这分明是有人在借着传说杀人。大人，
那货郎和木匠死的时候，嘴角都是咧着的，身上连块油皮都没破。下官也是为了全县百姓安宁，怕惹出恐慌，这才想着赶紧结案。结案？就凭你这份写得像残渣的案租，你就想结案？大人息怒，下官。沈大人，老陈头那边验出结果了，在偏厅等您。知道了，走。大人，3具尸体老朽都反反复复验了3遍。说，大人，货郎和木匠邪门，没断骨头，没中毒，绝不是被外力弄死的，就像睡着了一样，只有咧嘴笑和哭咽。那苏举人呢？他不一样，后脑勺钝器伤，脖子勒痕，明显是被人下了黑手，手法还挺生。奇就奇在，这苏举人的死状被人硬摆成了前2人的模样，也咧嘴笑，贴枯叶。知道了，辛苦，你下去歇着，管住嘴。这案子真是有点意思。大人，属下想不通，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，前2次怎么做到毫无痕迹的？老陈头都查不出毛病，如果是别人干的，干嘛非要把苏举人弄得跟女鬼传说一样？要么是凶手急了露了破绽，要么就是故意做局给咱们看。老周，叫上几个人跟我去苏举人家里。他一个备考的人，大半夜往陈阴寺后山跑，绝不是巧合。屋里肯定留了东西。老周，那个报官的猎户孙二，现在人在哪儿？刚才还在偏厅哆嗦呢，我让衙役带他去客房歇着了。大人要见他？不用，派2个人去客栈盯着，他受了惊吓，别让他乱跑。另外，查查他随身带了什么。查这个干什么？一个常年在深山打猎的猎户，身上少不了猎刀、绳索、铁锤这些家伙事。万一他跟案子有关，这些东西就是物证。明白。大人，这写的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不要死。苏举人死前这是撞了邪？不是撞邪，是撞了比鬼更可怕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你看这里，陈阴寺。苏举人既然知道那地方有问题，为何不去报官，反而在家写这些疯话？大人，属下连地砖都敲过了，没暗格，没信件，什么有用的都没留下。小刘刚才在后院翻了半天，也是一无所获，要不要再搜一遍？不必了，走。这树落着叶还开花，大人，这不对劲儿啊！是不对劲。老周，让小刘和小张留下来在暗处盯着，只要有人来，不管是人是鬼，都给我按住，明白？小张、小刘，你俩留下，机灵点。周哥放心，一只耗子也跑不出去。先回衙门，去看看老赵从那个猎户嘴里问出什么底细没有。是。沈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报官的猎户孙二死在客栈房间里了。什么？不是让人盯着吗？属下们一直在客栈大堂守着，孙二进了房间就没出来。一个时辰前去敲门送饭没人应，撞开门一看，人已经凉了。走，去客栈。桃花，又是这东西，草木腥气，跟陈阴寺大殿里的一样，没那么简单。有人在他房间里下了毒。你看他后脑勺跟苏举人一模一样，他是先被砸晕，再被毒粉灭口，凶手怕他没死透。又是同一个人干的。老陈头今晚在哪儿？门房说老陈头傍晚出城了，说是去乡下看亲戚。不在，回县衙再说。大人，单子上写的跟前头死的那几个一模一样，全身上下没一点伤口，这也是见鬼了。报告上没提苦杏仁味，也没有写腥臭味，说明查不出寻常的毒。这世上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沈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下官刚才又去查了那猎户的包袱，里面竟有一块上好的老墨条，跟苏举人家属说的那件遗物一模一样。墨条在孙二包袱里。正是。大人您想，若这墨条被外人知道是从孙二包袱里翻出来的，那孙二杀苏举人谋财害命的案子不就板上钉钉了吗？可现在孙二也死了，这案子就成了无头案啊！所以宁大人想如何？下官的意思是，趁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，把孙二的尸体和那包遗物一并烧了，对外就说染了恶疾。这样一来，苏举人的案子就只剩一个女鬼索命的传说，咱们也好跟上面交代。大人，您也知道，知府大人马上就要来巡检了，这节骨眼上实在不宜节外生枝啊。宁大人这算盘打得我在京城都听见了。你是怕那块墨条被人发现，顺藤摸瓜查出苏举人当年见死不救的丑事，
连累你渎职门报吧。大人冤枉，下官也是为全县百姓着想。我说不行，案子没查清，谁敢动尸体和证物，我拿谁试问？沈大人，您这是不顾全县百姓的死活呀！走水了，走水了！快抢救卷宗，把东西都搬到后院去。老周，后院。那块墨条现在在哪？在政务房里锁着呢，下官没敢动。最好没有，那是孙二谋财的重要物证，也是苏举人死前见过谁的关键。谁要是动了他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大人，火势太猛，下官也是为了抢救。呸！你这老头也忒不讲武德，烧个破灯还能引这么大火？宁大人这算盘打的，我在京城都听见了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你给我听好，这县衙里再敢有一次这种意外，我让你这顶乌纱帽今天就落地。是，下官不敢了，下官绝对不敢了。既然如此，沈度，你可别怪我。苏举人那老母亲可不是个好相处的。有一股极淡的草木腥气。大人，出事了。说，县令宁大人今天早上在城南当铺抓了个混混，巧的是正好那混混正好拿着苏举人的玉佩去了当铺。县令大人说，这混混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，谋财害命。现在人已经押回大牢了，县令大人正准备写结案文书。哼，他倒是会挑软柿子捏。老周在，去县衙把那个混混给我扣下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动他一根手头。要是县令宁大人硬抢呢？他要是敢硬来，你直接把刀架他脖子上，出事我担着。告诉他，草菅人命，大理寺第一个砍了他。是。沈大人，这东西可不行闻呐！这是什么毒？这是一种罕见的致幻毒，吸入一点就会让人产生幻觉，闻得多了能让人心悸发狂，心脏剧烈跳动，直到硬生生累死。死的时候面部肌肉僵硬，看着就像在诡异的笑。宁远县有这种药？没有，这东西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这小地方。这可是外邦传来的奇草。大人，人扣下了，县令宁大人气得在大堂里摔杯子，这老小子彻底急眼了。让他摔。小陈，把那几个人的案卷全找出来。苏举人、货郎张四、木匠李二，还有猎户孙二的户籍卷宗。是。木匠李二，嗜赌成性；货郎张四，贪财好色；苏举人，家境殷实；猎户孙二，外乡人，常年在深山打猎。这4个人，身份天差地别。大人，这4个人八竿子打不着，凶手图什么？查查前几年的旧账本和卷宗，看看这4个人有没有在同一时间、同一地点出现过。大人，找到了！10年前，陈阴寺后山发生过一起坠崖案，死者是个叫桃花的采药女，当时的报案人是苏举人，路过的目击证人是货郎张四和木匠李二。连上了！大人，这3个人10年前都在陈阴寺后山。那猎户孙二呢？10年前他也在。卷宗上没提孙二的名字。孙二是个常年跑山的猎户，那条山路他最熟。10年前那场坠崖案，绝对不是意外。这4个人肯定看到了什么，或者隐瞒了什么。小陈，宁远县的卷宗在哪儿？啊，大人，您要找什么？找那种能让人心悸的毒蘑菇，看看宁远县的历史上有没有关于这东西的记载。大人，您看这个。陈阴寺后山背阴处偶生异草，色白味腥，误食者狂笑而亡。就在陈阴寺。所有的线索全指向那座破庙。老周，带上人，我们再探陈阴寺。是。
沈大人，周哥，出大事了！那个苏举人，他的死讯不知道怎么传回乡下了。他那个一直在乡下种地的老娘，连夜赶进了城。来就来呗，你这副活见鬼的样子干什么？那老太太年纪挺大的，但腿脚可快，我和小张根本拦不住她。她跑去学府门前大闹了，老太太往那儿一坐，撒泼打滚，说我们官府草菅人命。现在学府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和书生，水泄不通，城防营的人都快压不住了。这肯定是有人故意走漏风声。走，去学府。听说了吗？苏举人是被妖怪吃了心肝，死得老惨了。朗朗乾坤天子下，竟有如此冤案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科。官官相护，纯粹就是包庇，还我部学子一个公道。退后，都退后！天理呀！我可怜的儿啊，你10年寒窗苦读，眼看就要出头了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在那破庙里。老太太，报官喊冤，大门朝南的县衙你不去，跑来这学宫门前闹事，你是来申冤的，还是来煽风点火、借机生事的？关老爷要杀人了，我一路上都听说了，你们在城南当铺已经抓到了凶手。你们既然抓了人，为什么不赶紧结案，还我儿公道？你们是不是想包庇凶手？真凶尚未归案，你在此阻挠办案，便是助纣为虐，聚众闹事，扰乱学宫，按律当加号示众3日。小刘在，把人请回县衙，好生看管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见他。你们欺负人！大理寺办案，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凶手。各位有这闲工夫看热闹，不如回去多温习几篇文章。都散了。大人，这苏老太来得太蹊跷，肯定是有人故意放消息，想借学子的手给咱们施压。跳梁小丑不用管，去沉阴寺。沈大人留步！沈大人留步啊！沈大人留步，下官糊涂，差点抓错人。现下这案子，下官绝不袖手旁观，定要跟大人一同前往。大人，这老小子硬要跟着蹭局，准没安好心。既然宁大人有此雅兴，那就跟着吧。大人您看，这地方这么偏，那猎户孙二是个外乡人，常年在深山打猎，身上肯定带了些防身的利器。他下山避雨，正好撞见了苏举人。见苏举人穿着体面，一时见财起意，就把苏举人给弄死了。这就是图财害命啊！图财害命，老周，案卷怎么写的？大人，卷宗上记载，孙二和苏巨人之前根本不认识。孙二是隔壁县的，半年才来咱们这一次。大人，我刚查了山下的村民口供，案发那天下午下大雨，孙二是从北边山头跑下来避雨的，苏举人是从南渡上山的，一个从北来，一个从南来，没有交集，没有仇怨。孙二图财，为什么不拿走苏举人身上最值钱的玉佩，反而被城南的混混捡去当了？这肯定是孙二慌不择路，玉佩掉在半道上了，后来才被捡了漏。好地方，致幻毒蘑菇长在后山背阴处，风一吹，毒草粉末全被吹进这大殿，形成天然致幻迷阵。大人，我怎么感觉这佛像在冲我乐呢？屏住呼吸。沈大人，您看，这不就结案了吗？肯定是孙二进了这破庙，吸了毒粉，产生幻觉发了狂，刚好苏学生也进来避雨，孙二发狂把苏学生弄死了，然后自己也心悸累死了，顺便拿走苏举人的玉佩和墨条，完全说得通啊。墨条？对啊，苏举子是个读书人，随身带着砚坛防身，不是很合理吗？大人，苏举人家属录口供的时候提过，苏举人以前有一块上好的老墨条。宁大人，那块墨条呢？为什么交接的政务清单里没有？这下官不知啊，估计是丢在山上了吧。小陈，回衙门查负责收敛遗物的差役，查不出墨条的下落，全给我抓进大牢。下官怕节外生枝，本想让师爷私下处理掉，还没来得及，您就查过来了。所以你承认，你一直在遮掩政务。小陈，把这句话记下来，渎职瞒报又多一条。有点意思，怎么每次就那么刚好，每次都是他？大人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县衙，去会会那老五丧。不对劲，所有线索全是一条单向线，有人硬生生掐断了所有线索，
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。这场闹剧究竟谁才是最不显眼的那个？小刘，去查10年前货郎和木匠身亡的那几天，还有这次素人死的那天，咱们的老五座都在干什么？10年前木匠死那天，老陈头包牛车去邻村吃席，醉了1天1夜。货郎死那天，他打架被关在大牢里3天。这次苏举人死，他跑去城西听曲儿，为了个姑娘争风吃醋，又蹲了耗子。这老头挺潮啊，这么大岁数还去听曲儿。但愿我想错了。大人都关在里面3个时辰了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这案子越查越邪门，感觉全县的人都在跟咱们捉迷藏。都闭嘴！大人心里有数，咱们看好门。老周，去停尸房。老周，拿灯照这儿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手臂内侧这块皮上怎么有个印子？是一朵暗红色的桃花刺青。没有记录，他把这朵花隐瞒了。沈大人，这是干什么？大半夜的。宁大人，你之前看过尸体，身上有桃花刺青吗？什么花？没有啊！老陈头不是说除了没外伤，什么都没有吗？验尸报告是假的，他连你也骗了。小陈，10年前桃花坠崖案还有连环案，把所有按照走访细节再过一遍。大人，10年前桃花坠崖后，邻居王大娘提过，桃花最爱美，眉心总爱画一朵桃花花钿。桃花花钿，桃花刺青，走去会会那老狐狸。10年前城东的桃花，听说开得极好。老汉是个粗人，只闻得见这死人身上的焦肉味儿，呛鼻子。苏公子，我只是来采药的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桃花，你听我说，你就当今天没来过这儿，行不行？我日后一定重谢你。跟他废什么话？桃花，你抓紧，我拉你上来。苏公子，救我！我快撑不住了！你不要命了？这泥地这么滑，你拉他，他把你拽下去怎么办？放开我！他还在下面。苏公子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不要！桃花！张婶儿，见着我家的桃花了吗？他昨儿个上山1夜没回来。没见着啊，老陈头，你再往别处问问。二狗子，你见着桃花了吗？穿红衣裳的，这么高。没见着。陈爷爷您别急，兴许迷路了。桃花，爷爷来找你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再呛鼻子，也不该遮了老行尊的眼。那么红的一朵，硬是一个字都没留。大人高看老汉了，哪来的红？老汉这双眼早就不中用了。那这5年，城里横死的那些人，是不是也都像当年悬崖边坠下去的那朵一样，连个响都没听见？天要下雨，花要败，都是命数。大人办案要的是白纸黑字，老汉半截身子入土的人，接不住大人的哑谜。没凭据的话，可不能乱扣。好一个滴水不漏的老狐狸，我看你能藏到什么时候？大人，查到了，苏举人、货劳张四、木匠李二，10年前都在崇文堂念书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据苏举墓的同窗回忆，苏举中当年有一件江南贡院做的长衫，是他娘亲手缝的，衣摆上绣着“蟾宫折桂”4个字，他走到哪儿都穿。可桃花坠崖案之后，那件长衫就再也没见他穿过。有人问起，他就说不小心烧了。蟾宫扯台衣摆。小刘，我让你们盯着苏家，这几天有什么异常？没有啊，除了那个苏老太整天坐在门口骂骂咧咧。对了，大人，那天苏老太刚到苏举人家，进院子大路宽敞，她非要贴墙根走，特意避开了院子里那棵海棠树，宁可踩泥水也不靠近。不是他怕树，是他怕树底下的东西。
叫上老周，带上铁锹，去苏家。别找我，别找我，那是俺儿干的，不关俺的事儿啊！有缘你找他去。老周，挖着树根。没有尸骨，是一截被利器割断的带血成山下摆。这江南特工的绸缎和蟾宫折桂的刺绣，全明远县只有你儿子那一件。那又怎样？俺儿是文曲星，那采药的贱丫头自己没站稳，凭什么要俺儿救？她死是她的造化。好一个没站稳！当年桃花坠崖，他死死抓住你儿子的衣摆求生，你儿子为了不耽误大考，亲手割断衣摆，眼睁睁看他摔下深渊。那截带血的罪证被你儿子埋在树下，你明知真相，却替他隐瞒了10年。俺儿没错，他没错，他寒窗10年，一眼看就要当官了。那死丫头算什么东西？宿管是你们非要揪着不放。物证带走，把苏老太押回衙门，按包庇罪论处。老陈头，这不在场证明做的比你缝的尸体还漂亮，但你知道吗？这世上太干净的巧合就是做局。沈大人，大梁定罪靠物证，您说我做局，证据呢？您非说我一个糟老头能活活解决4个重汉。我是心疼孙女，但我没杀人，那是老天开眼，是他们的报应。这老头说的对，目前的证据根本定不了死罪，4人全死在陈阴寺，没外伤的笑脸死状，天衣无缝的假象。你伪造海棠树下死者的验尸记录，刻意隐瞒桃花印记，单凭这一条也够收监你。老周，把他请进假字号大牢，任何人不准探视。不对，这几个人身份差距太大，举人落户市井小民，他们到底怎么凑到一起去害桃花的？大人，查到了，这案子当真是曲折离奇，居然全连上了。我去学政查底当，10年前，苏举神、货郎、木匠这3个人是同窗。同窗？对，那货郎和木匠以前就是学堂里的劣童，不服管教，被赶出学堂，成了地痞无赖。苏举人是一直读下去的。老陈头当了一辈子仵作，最懂药理。陈阴寺后山阴湿，长着致幻红熏，吸入这毒熏粉，就会产生极度恐惧的幻觉，惊恐中力竭而死。死后皮肉抽搐，形成那种诡异的笑脸。他不需要亲自动手，只要提前布好局，去苏家，把苏举人的书房翻个底抄。我要找10年前的手稿，找下毒的梅质。5月初9，大雨，货郎和木匠逼落了桃花，他还有气，死死抓着我的衣摆。可大考在即，若牵扯命案，我10年寒初便毁于一旦。为了脱身，我割断下摆，眼睁睁看他坠入深渊。猎户孙二躲在暗处，全看见了。这10年，他一直拿此事敲诈我，他就是个无底洞。贪生怕死，自私自利。10年前崖底之战，今夜陈阴寺了结。大人，这起笔的习惯，跟老陈头平日里开的药方一模一样。信上有毒吗？没有毒，这只是一封恐吓信。真正的杀局，在陈阴寺的风口里。回大牢。这10年，你查清了货郎、木匠，还有见死不救的苏举人和暗中敲诈的孙二。所以案发当晚，你用2封恐吓信，把各怀鬼胎的2人引到了陈阴寺。苏举举中了你提前布置的红熏毒，发狂，把孙二当成索命女鬼。孙二为保命反杀了苏举人。这出狗咬狗的杀局很精妙。大人编得像模像样，可那尸体上的笑脸和枯叶谁贴的？那晚老汉可被关在城西沟连的牢里，没时间去深山。
这也是你算计的一环。你借着他的手让故事彻底闭环。孙二死的时候手里攥着这张纸条，是你塞的。是，我怕他死前乱说话，把线索引到我身上。可惜你拖不住了。沈大人，您查到了桃花，查到了100，查到了红熏毒，可您查不到。我找到桃花时，他才16岁，浑身是血，手里还死死攥着一截衣角，那衣角上绣着4个字：蟾宫折桂。那是苏举人他娘亲手绣的，判他高中。他为了前程，亲手割断了那截衣角。我孙女到死都抓着他，他是想活呀。所以你用10年布了这个局。我没杀他们，我只是把陈阴寺的风口对准了大殿，放了点能让人看见心中恶鬼的蘑菇粉。他们自己吓死了自己，自己杀了自己。我认罪，只求大人把桃花的100葬在向阳坡，树下太冷了，太冷了。本官答应你。大人，老陈头昨晚在牢里自尽了，衣服撕成条挂在窗棂上的。心愿已了，活在世上才是最难度过的刑罚。折腾这么久，原来没鬼，这案子查得我脑袋都快转不过弯了。吃饱了撑的，世上哪有鬼？大人，你说，那最可怕的是什么？庙里的泥菩萨吓不死人，心底长了蛆，活人比恶鬼还索命。宁大人，你那封因鬼神作祟结案的折子，我已经替您另拟了一份，连同陈阴寺10年的案卷一并送回大理寺了。沈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渎职瞒报、草菅人命、毁坏政务，这3条够你摘掉乌纱帽了。至于刑部怎么判，你自己去京城领罪吧。走。再后来，京城里有人问起沈大人，宁远县那座陈阴寺的女鬼到底是真是假？沈大人端着茶杯，只说了1个字：假。可来问的人偏不信，非说那破庙里大半夜确确实实有女人在唱歌。沈大人看了他半天，放下茶杯，说了一句话：世上本无鬼，那庙里的歌声不过是山风穿过断墙的屋檐。可为什么那么多人信？因为比起活人的恶，人们更愿意相信是鬼索命。